你说世界很大，总有展翅的地方，那是游乐场，那里有梦想。我说世界再大，没有你在的地方，不过是寂寞，寂寞的流浪。可是一步一步走，人生还是要向前走，走啊走啊，走到哪儿了？那条回家的路已远去了。想啊想啊，想起你了，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的黑发变成白发。谢谢你这么照顾我。我以后不但会照顾你，还会照顾你的家人。眼前是未来的路，脑海会想着你的话。去吧去吧，跟着心去吧。你说的轻松，我的脚步却重了。终于回家，看见你。你不要不开心，急着做物理治疗反而会受伤的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买水给你喝，很快回来。建峰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跌伤啊？来，我扶你去轮椅。我的脚根本站不起来啊！你冷静，等你开始做物理治疗，你就有力气站起来了。我要做物理治疗，我要马上做物理治疗。好，好，好，下次我们去跟医生讲，尽快安排你做物理治疗。子恒，不是定了时间表吗？早上6点起床，晚上10点半就一定要睡觉。明天有测验，我还没有读完。临时抱佛脚是没用的，这一次不及格，下一次你就不会读不完了。来，睡觉 ，OK？ 睡觉，睡觉，来。Good night. Good night。帮你关灯。你在干什么？12点啦，你不怕给安迪爱顺发扫地啊？我在做一样东西给他。这个啊。哇，漂亮啊！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给安迪 ice cream 啊？我能换安迪 ice cream 的话，最好就这个配给他。他一定很开心的。你这个听啊，他一定很喜欢你的。我也喜欢他，不过我觉得跟妈咪住在一起更加自由自在。
你很想念妈咪是不是？我天天都在空洞，还有一天我就可以看到妈咪了。我也在看到，我在等安迪ice cream 肚子里面的孩子出世。会不会要等很久啊？不会，最多再等9个月就可以了。是一个弟弟还是一个妹妹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明天去检查，我叫医生拍张照片给你看 ，OK？ 医生啊，我的小 baby 应该 OK 吧？哈。其实你们的孩子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。什么3个星期了，他的体积跟重量完全没有增加到。不可能的，我已经很小心了，我吃得好，睡得够，也没有感觉不舒服，孩子不可能有事情的。对呀，可能是 baby 太小，长得比较慢吧。我只是告诉你们他的情况，让你们有个心理准备。下星期我们再做一个检查，如果还是没有生命的迹象，我们就得马上动手术了。动什么手术？人工流产。ice cream，我想看看 Auntie ice cream。不要了，你让他休息一下，你回房间玩吧。求求你，就只看一下好吗？就只看一下。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好孩子。如果你不讨厌我，就当我是你的儿子吧。终于回家，看见你了。多2天，我就可以看到妈咪了。哇，你终可以回家了啊！想家了吧？要不要今天就带你回家？这么快就要带他回去了？怎么舍不得子恒啊？我们已经习惯有子恒在家，突然间他不在，家里会变得冷冷清清的。金恩回家是好事，我们今天来就是想要邀请你们过2天去子恒的家为金恩庆祝。我跟我 baby 不去了。一起去嘛，就当做是散散心。那爸爸，不如我留下来多陪陪看妈妈。你们叫妈咪来接我回家好不好？好，你要住多久就住多久啊。子恒真是个好孩子。哎，建峰怎么样了？还是一天到晚抱着你啊？他急着想要站起来，可是他的双腿还是很痛，他怎么会提得起劲呢？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对我来说，回家是一种幸福。我跟阿香也不知道要分开到什么时候。大宇哥，你不是已经打算接表嫂回来了吗？那也先打好经济基础啊。金恩回来就好了，他回来这里工作，我就可以辞职，去做我自己的事。不行，你还要帮我看渔场。放心好了，我答应大老板的事一定会做到的。等他回来，我才去做我的榴莲生意。多希望建峰可以回来帮我。他真的是越来越没有信心了。
剑锋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出去。你是不是想要走？静恩和手动包很快就会回来了，我是不会让你走的。我不想留在这里。我讨厌你们一天到晚守着我。你是不想要面对静恩？你在逃避。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你们之间的事，我知道我没有资格管。可是你有没有为静恩想一想？你一走了之，他会多么的伤心。我没有选择。你先听我说，感情的事你一定要面对，你不可以逃避的。我离开手动包的时候，我也没有跟他说清楚，结果心里一直记挂着他。我知道他心里很难过，我的心里也不好受。有些事情一定要当面说清楚的，不要像手动包一样，只会逃避。我现在很想去一个地方。你想去哪里？静恩最爱吃炒粿条，我想买回来给她吃。我帮你去买，你在家里等我。记得不要豆芽，要加辣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你说世界很大，总有展翅的地方。你怎么了？我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。不要紧张，你行的。我说走吧。世界再大，没有你在的地方，不过是寂寞，寂寞的流浪。可是一步一步走，人生还是要向前走，走啊走。大哥，佩芝，佩芝，佩芝。静恩，静恩，你发过誓，说出狱后绝对不再偷窃。我相信你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再帮你了。为了子恒，你一定要做一个最坚强的好妈妈。你说世界很大，总有展翅的地方，那是游乐场，那里有梦想。我说世界再大，没有你在的地方，不过是寂寞，寂寞的流浪。可是一步大哥，我们回家吧。我不回去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做一个好妈妈，也会做一个更好的妹妹。我们是一家人。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吧。我的脚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好，你明白吗？不会好又怎样？就算坐轮椅，我都不会放弃你，就像你以前没有放弃我一样。静恩，你还年轻，大哥不想拖累你。你不会拖累我，我们永远是兄妹，我一定会照顾你的。我能好起来，你也一定可以。这条路一个人走很难走，
一家人走，绝对不会倒下。你说的轻松，我的脚步却重了。终于回家，看见我们回家吧。为什么还没有回来？来，炒粿条好了。还有干爸爸最拿手的 honey lemon。嗯。妈咪，妈咪终于见到你了。进来。妈咪，以后不能再离开我了。晚上没有人跟我抢抱枕，我睡不着。妈咪没有你在身边也是睡不着啊。谢谢你们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今天你们一家团圆，应该开开心心才对。嗯，是团圆了，可是以后的路很难走。我对你有信心。我知道以后的日子会很艰难，可是我心里有一个很强烈的责任感，我一定要好好扛起这个家。哇，妈咪，你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也是啊，你学会照顾人了。还有这些了。哇，这么多，怎么放得进？让我来。我来的时候都没带什么，走的时候却装了满满一大袋。你来之前，我这里也是空空的，现在我心里也一样装得满满的。谢谢你啊，让我感受到做妈妈的幸福。来了，收拾好啦。还有这个，这是干妈重新为你设计的时间表，要照着它做功课，不能偷懒啊！记得晚上不要打 game， 早一点睡。知道了，没做到会罚扫地的。谢谢你们，子恒比任何人更幸福，因为他有2个妈妈。谢谢你啊，我也谢谢你们。拜拜。再见，干爹，再见，干妈。拜拜。美碧啊，虽然舍不得子恒，可是看到他可以跟静恩回家，心里还蛮安慰的哦。大林啊，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，有些孩子因为家庭破裂，或者是受到家暴，需要有人暂时照顾一下。我想当寄养妈妈。寄养跟领养不一样的，不管孩子在这里住多久，他总有一天还是要回家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既然我们都没有孩子，为什么就不帮助他们呢？当寄养父母，你要不断的跟孩子分开，你承受得了吗？经历了人工受孕，失去了2个孩子，我相信我承受得了。大林，我们不可以因为怕痛而不把爱给出去啊！好，那我们一定要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孩子的父母。
医生，我的脚是不是好不了了？右脚的骨头就算医好，也会有1-2公分的差异。哎，大火站，大火站这里，哎，看车小心点。喂，莲姐，建峰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脚还没好，你自己去看看吧。他发生车祸已经几个月，你现在才通知我？你还敢说啊？你去了槟城就跟我断了联系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你表弟的电话号码才找到你的。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？静恩的家。啊，快点走。大哥，你去哪里？为什么不要去医院做复诊？我不去了，我不用去看医生了。我的脚永远就是这样一拐一拐的，再也不会好的。你要坚持，不做复健怎么会好？我陪你去。我的脚废了，你懂不懂？我不想再浪费金钱，浪费时间。我以后再也不要去看医生了。大哥，大哥小心！大哥，我扶你。不要扶他。不要扶他，让他自己站起来。他这样怎么站起来？他可以的。建峰，你小时候学走路，比任何小朋友都慢。你妈说你脚有问题，可是你自己双手扶着墙站了起来，然后每天尝试一步一步的走，结果你比谁都走得稳。能站起来又怎么样？我是长短脚，永远都不会像以前一样。长短久又怎么样？你没有看到那些失去双腿的人，他们也可以活得很精彩。你先别可怜自己，别人才不会看不起你。这一次回来啊，就是想跟朋友做榴莲生意，大老板却需要我留下来，害我失去一个机会。大宇哥，全叔已经回去好几个月了，他会不会不回来？不会吧？他不回来，我就当不了老板了。那就再等等吧。当然要等喽。只是我朋友已经在催了，我现在被困在渔场里，离开又好像不讲义气，不离开又辜负阿香对我的期望。大宇哥，你去做生意吧，这里还有我跟手动波会留下来拼搏。我们要让全叔放心把渔场交给他。你想通了，终于可嫁给他了。手动波以为我喜欢剑锋，一天到晚只顾着做生意，一直在避开我。他很快就要变成和尚了。那你是主动啦。我怎么主动？要我向他求婚吗？是又怎么样？敢去？你以为要找到自己喜欢的这么容易啊？你没有这么厚脸皮。哎，缘分到，手动波，赶快求婚！没有。手动波，佩芝说要跟你。Hello， 手动波，鱼排出事了。
已经低过1了，快打入氧气。小笼包怎么样？鱼排怎么样了？印尼海域出现了红潮，死了不少鱼。红潮随时会过来，我们的鱼恐怕保不住。我听全叔说可以把鱼排移去德贡岛，这需要动用浮动鱼排，工程很大，时间上也来不及。那怎么样？总不能坐在这里等红潮来吧？我之前跟剑锋商量过，也许可以在鱼排周围安装马达，把红潮挡在外面。行不行得通的啊？我决定放手一搏。我留下来帮你。不行，留在这里不能睡觉，除了需要观察水质，不能让鱼缺氧，还要通宵巡逻。不睡觉就不睡觉，你可以，我也可以。父亲节要到了，有很多订单需要急着出货。其实我打电话只是想要告诉你们，我最近不回去了。没想到你们也过来。鱼排出了事，我们不能不管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推来推去了。这类工作比较出众，还是我留下来吧。你们对渔场的订户比较熟悉，你们回去出货吧。你一个人应付不了的。放心吧，我跟这里的员工很熟，他们会帮我，一定可以保住鱼排的。小东伯，我们应该有难同当，让大宇哥留在这里，我们先回去出货，等晚上我们再一起回来拼搏。什么味道这么香啊？是爸爸，是爸爸煮的。爸，哎，肚子饿了就想到我了。全叔，哎，你怎么回来了也不说一声啊？我可以去接你的。大家都在忙，不烦你们。哎，坐坐坐。你去了这么久，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。哎，家乡的老房子拆了，现在我心里也没什么牵挂了。你再不回来的话，我真的要去找你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去哪了？鱼排遇上了红潮，我们刚刚从那里赶回来的。鱼排怎么样了？损失多少？情况暂时还好，我们打算用马达把红潮挡住。大宇现在在鱼排，我们赶着回来出货。等一下忙完了就回去帮忙。那好，等一下我也去。大宇哥等你等的心都急了，他看到你一定会很高兴。为什么？他想要当老板，想要在这里安家，把表嫂带回来。你不回来，他怎么做生意啊？这么好的员工，我巴不得他永远留在渔场工作呢。不行，你不能耽误他的计划。表嫂心很急。其实我有办法。佩芝，你帮我个忙。帮你什么忙啊？联络阿香。终于回家，看见你了。哎，大哥，你们下来了？你忘了要去吃饭呐？没有，我只是想多练习一下。舅舅你不累吗？我不累，我觉得自己比以前走得更稳。想不到那个人硬逼你走，还真的走出成绩呀！什么那个人？他是子恒的外公，你的爸爸。我就是叫不出口。哎，你要不要再聊天了？还是跟妈咪叫我们过去吃大餐，都快要迟到了。你只顾着吃。走吧，我们赶快去吃饭。哦，来，子恒，快点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那，哇，你今天这么有空啊，陪我喝咖啡。你还说，昨天为什么没有去复诊？哇，才一次没有去看医生，你看，马上有人给你打小报告了。你忘了，那里的护士有好多都是义工。他跟我说，你高血压的药要吃完了，叫你快去拿药。好了好了，明天去，明天去。我陪你去。不要不要，我不陪你去，到时候你又不去了。上次是刚好碰到剑锋做物理治疗，我才没有去看医生。明天
明天静恩她休假，他们不需要我了。你师傅常常陪建峰做物理治疗，他们还不能接受你。啊，对了，我的东西要给你，那，这给你的。为什么？祝你父亲节快乐，感动吧？你这个人真是的，太小气了，要送就送一个大的。送蛋糕只是个心意，我找你还有其他目的的。今天是父亲节，我跟几个义工要去派食物给老人家，我想你陪我一起去。做好事，没问题。我还没喝完呢，等一下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不要只顾着孩子，要照顾好自己身体啊。我真的没事。我看算了，你还是不要跟我去了，免得你在那边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还要花时间照顾你呢。不去就不去了，那我跟孩子们一起去庆祝啊。那很好啊，那真的是要祝你父亲节快乐了。谢谢。你怎么了？今天精神这么差？我最近在鱼排看红潮，从晚上巡逻到天亮都不够睡，精神哪里会好？你就会变成专业渔夫了。是啊，我有钱的话，我就买下鱼排，自己当老板了。哇，谁要当老板啦？当然是我啊，不过是在我做梦的时候。你那么有经验，一定行的。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。干妈爸、干妈妈，珊珊弟弟呢？回家了。今天是父亲节，你把他送回去，自己不是很落寞？当西洋父母就是这样的，时间一到就要把孩子送回去。可是这样也好，宝贝珊珊可以回家跟爸爸庆祝父亲节。你们真伟大，愿意帮别人照顾孩子。你们就好了。阿香多几个月就要生了，可是我这个准爸爸，却没有能力把老婆和孩子带在身边。老公，老婆，老婆，怎么会这样的？怎么会这样的？是小东包安排的。佩芝知道有人要从乡下来，小东包就买了飞机票让我过来。是啊，我们是刚从机场把他接回来。谢谢你们。渔场接了大生意，要我们长期供应乌鱼去吉隆坡。爸已经答应让我买下附近的鱼排，大展拳脚。哇，以后你要顾鱼排，又要顾渔场，严重缺乏人手啊！所以东伯就决定把小鱼排交给你打理，给你的回报是10%的股份。我没听错吧？是真的假的？是真的，大宇哥，你终于当上老板了。大老板、小老板，谢谢你们。其实要当老板很辛苦的，你们需要住在鱼排，把那里当成家。老公，我们总算有自己的家了。大老板、小老板，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都会好好做的。谢谢你们。现在是年轻人的世界了，我想，我是时候退休了。不过，在我放手之前，我想建峰回来帮东伯一把。我能做什么？你之前不是帮我省了很多电费，现在就帮我省水费。我记得你之前说过，要把池里的水再循环使用。我不是很有把握。我对你有信心。大哥，试一下嘛。可是我行动不方便。没问题的，我们会帮你。哎，不过我把话说在前头，现在渔场是由东伯打理，如果你做得不好，他随时可以炒你鱿鱼的。好了，坐下来聊吧。啊，坐，请坐。哇，今天这么热闹啊！莲姐，你们好。今天我特别加了甜品，好让老人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庆祝父亲节的快乐。你真贴心，谢谢你啦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伟斌没空，不能帮你去派食物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还有其他义工帮忙的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们帮我来一下。莲姐啊，坐下来吃饭吧。啊，不了，我赶时间，我不吃了。美人面，很厉害嘞，去到哪里都会遇到你。因为我是超人，我到处去吧。哎，怎么没见到你爸？
他没跟你们在一起啊？上白发，终于回家，看见你了。怎么了？一下子，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。去叫阿公。阿公，我来了。子恒，你怎么来的？这是爹地和妈咪，你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刚才见到莲姐。莲姐真是的。爸，我们已经分开了11年，该是时候回家了。静恩呢？我知道，他还在恨我。他还需要多点时间。明白。阿公，你跟我们回家吧。不了，阿公有空会去看你们的，啊。你已经不能住在这里了。我刚才跟院长说，你要跟我们回家了。那我们回家吧。是，我恨过你，可是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还照顾了我10多年。我只是想跟你说，谢谢。你是我的孩子，打从你妈把你带进我们的家，我就一直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女儿。是我脾气不好，我爱打人，爱骂人，你们才会离开我的。过去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们走吧，我的脚还需要有人扶着呢。阿公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。好，我们回家吧。你跟苦妹也要好好照顾身体。哦，孔炮，再见了。全叔，在抢家了。今天是团圆的日子，我替大家感到开心。全叔，你是不是有话想要跟我说？有件事，虽然很难启口，但我不得不告诉你。你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？我总有一天一定会像大宇哥和阿香姐一样，有属于自己的家。如果不能把这里当家的话，那就回去吧。你要我回泰国？嗯，
越快越好。起床啦！我再睡多一下。别睡了，我已经叫他走了。谁走了？佩芝啊，我叫他回泰国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又把佩芝送走了？你跟人家都没有结果，我当然把他送走了。我不是说等一下的吗？不等了，他现在人已经到机场去了。佩芝不能走。为了见你一面，我会愿意赤足走过千里雪地。小东宝，你不是来找我的吗？你要去哪里？你怎么知道我在找你啊？你在等我啊？没有啊，我要走了。哎，你不能走，我还有样东西没有给你。什么？我爸爸说，这是我妈留给我结婚的时候用的，我想拿它换一件你最喜欢的东西。它看起来很珍贵，换什么都可以吗？我要换你最喜欢的东西。拿去。这个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发夹，把它戴上。你要我现在戴？不戴就算了。哎，我戴，我马上戴。好了。你要的是不是这个？是这个，你可以给我吗？我走的时候，我妈妈也跟我说，这是给我结婚用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为了我要长命百岁。嗯，我一定会活100岁，而且我还要每天牵着你的手，看着你的长发从黑色变成白色。好了，我们回家吧，全叔在等我们。你怎么知道我爸在等我们啊？不告诉你。哎，你的行李呢？在家啊。在家？全叔说我不能一直住在渔场，所以帮我把行李搬回你家了。哦，原来你们联合起来骗我啊！你要小心一点，以后全叔会比较疼我。不可能，没有人比我会更疼你。走吧。人生还是要向前走，走啊走啊，走到哪儿了？那条回家的路已远去了，想啊想啊，想起你了，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的黑发变成白发。眼前是未来的路，脑海会想着你的话。去吧去吧，跟着心去吧。你说的轻松，我的脚步却重了。终于回家，看见你。